双生姐妹花一起通过了使徒的训练，然而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。妹妹虽然柔弱，但在姐姐精神浸染天赋的加持下，让她们成为了神一般的组合。作为杀戮王爵的幽冥本想将两人一起收为使徒，结果却败在了姐姐的天赋浸染之下，眼看她就要命丧两姐妹的手中。幸好雷亚及时出现前来相助，却不料她也同样被姐姐的精神浸染控制。无奈雷亚只好强行开启黑暗形态，这才帮助幽冥收服了两位使徒。可他却因此遭受到了凌厉的反噬。随后幽冥将两姐妹带回了帝都心脏，她们俩虽然相貌身形完全相同，但由于拥有不同的天赋，所以她们的灵魂回路将会互相蚕食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白银祭司让幽冥从两人其中选择一个，只有杀死一人才能保全另一个正常生存下去。幽冥本想选择精神浸染的姐姐，可直到白银祭司向他科普精神浸染的厉害之处，幽冥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把握控制这个使徒。于是他决定放弃精神浸染的姐姐。我一看见她就觉得恶心，还是妹妹更让我感兴趣。姐姐，不要！临死之际，姐姐利用精神浸染控制妹妹，让她要替自己报仇。最终，两姐妹只有妹妹存活了下来。而为了让妹妹更好的成为幽冥的二度使徒，白银祭司彻底的抹去了这段关于她姐姐的记忆，并给她安排了新的身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神神家族的小女儿神医。虽然关于姐姐的记忆被消除了，但神医脑海中却时常浮现起她的声音，对方不停重复着让她为自己报仇，这让神医迫切想知道这股声音是谁。终于在这天，幽冥为了惩罚神医，放出了自己的灵气死亡镜面，镜面会复刻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向他发起攻击，只要灵气持有者灵力不枯竭，镜像人便会不死不休。可让幽冥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刚刚召唤的镜像人此刻居然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对方正在施展精神浸染控制神鹰。两人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神鹰被对方控制，已经向他们发起了攻击。虽然雷亚再次出手打退了神鹰，可镜像人的精神浸染再次让幽冥陷入混乱。好在他最后一刻收回了死亡镜面，可两人都因此受了不同的伤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黄金湖泊疗伤，黄金湖泊充足的灵力完全治愈了他们。而两人回想起刚才的一幕，还心有余悸。若不是及时收回死亡镜面，在那种受伤状态下，他们根本无法应对精神浸染的攻击。而雷亚也说出自己从神鹰身上看到了他姐姐的影子。刚刚神鹰攻击你的样子，既像他自己，又像他那个姐姐。本以为杀了姐姐，精神浸染的天赋就会在这世界上消失，但现在看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岂不就更有意思了？自己的使徒不但拥有双重天赋，还想要杀了他的王爵。男人突然发现自己心爱之人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好朋友。看见连泉消失的那一刻，麒麟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不明白为何神鹰一定要这样做，连忙询问他是否收到红讯的指示。你是收到红讯让你杀了他们吗？我收到的是白讯。那你为什么？神鹰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原来雷亚之前单独给了他一个杀戮指令，要他使用定魂刺前去刺杀3名使徒。可神鹰也奇怪，一般杀戮指令都是红讯，为何这次却是白讯？白讯一般都是传达一些重要的任务。他现在也明白了，这定魂刺并不是真的杀死他们，而像是他们使徒试炼的一部分。麒麟也意识到了这定魂刺有古怪，于是准备将其销毁，却不料定魂刺这时突然发生反应，竟控制麒麟将他刺向了神鹰，而后他也被刺中消失了。果然如麒麟所猜想，这定魂刺只是一枚棋子，会将他们送往各自的试炼之地。连泉的使徒试炼是让他用定魂刺刺向自己的决意，这样他的王爵哥哥会死去，自己就会代替他成为新的王爵。连泉从小跟随哥哥一起长大，对他而言，哥哥是他最重要的人。如果哥哥不在，他也没有活着的意思。尽管连泉知道这只是使徒的考验，但他还是做出了最不后悔的决定。他拿起定魂刺，毫不犹豫地刺向了自己，而他也成功地通过了试炼。连泉也突然明白，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而已。多亏他对哥哥的那份亲情，让他最先突破试炼。而幽花的试炼内容也是让他做出背叛自己王爵的事。可幽花毕竟从未见过他的王爵，于是他也将定魂刺对向了自己，最终通过了试炼。可到了麒麟这里，他再次回到了负责阵，对方让他在杀王爵和杀自己之间做出选择。可麒麟偏偏两个都不愿意，他是不会杀王爵的，也更加不会对自己出手。然而因为他迟迟不做出选择，他将遭受来自试炼的折磨。可麒麟认为对方就是个声音，因此对他的告诫毫不在意。岂料下一秒对方就发出声波攻击，这让麒麟瞬间头痛欲裂。最终麒麟忍无可忍，召唤出了自己的灵气，他挥动断剑朝着试炼空间砍去，竟直接破坏了试炼，而他也被强大的冲击弹了出去。此时银尘刚好出现，他将自己的使徒接了下来。麒麟看见银尘，还以为他是假的，试炼没有结束，直到银尘告诉他自己是真的，麒麟才终于倾诉刚才试炼的委屈。你没有使用定魂刺。我当然没有使用，我这么聪明，我肯定不会刺自己，我也不会刺你啊。虽然过程比较艰难，但好在麒麟也算通过了使徒的试炼。